我们要先画这个前面竖的部分。我们画这个小品的时候，画山水画的时候，都是以竖式开始。我们大体上这个小品呀，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构图。我们这个右下角的位置，我们是一组树，以点叶树和夹叶树为主，山石，左边也是山石，以树为主，中间是一个泉水，然后中景是一座山，远山云。我们先毛笔洗干净，洗干净以后，我们调墨，调一点淡墨，稍微的调一下淡墨。我们不要调的太多，一点就可以。北尖的部分稍微的沾一点点，稍微的浓一点的。我们前几次的课画的小品，春天的比较多。我们现在画一个以山树为主的。还是用这个湿笔纸，轻轻的吸一下水分。我们这个最前面的这一棵树呢，前面的一棵树，我们是一棵夹叶的。我们画夹叶树的时候也是中锋用笔。一般双钩的时候比较多，中锋用笔，用笔稍微的墨的稍微淡一点，稍微干一点，稍微的干一点。如果觉得水分要是说吃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些湿笔纸把多余的水分我们吸出去。用笔稍微的淡一点，然后注意这个左右，这树的左右的这个处理。然后稍微的在这个树干的部分轻轻的擦一下，擦出这个树干的质感。这是前面夹叶树，我们要画这个夹叶树呢，是以这种形状是三角形的从上树尖的部分开始，要注意注意这个叶子的疏密关系。它还要浓淡的墨的一个关系。也是我们讲到的，要有3个一组，5个一组，然后我们再往一块聚，
啊，这就是上面的墨稍微的重一点点，下面的墨让它越来越淡。上面这个树尖的部分啊，这叶子比较重，比较巨。到我们越往那个树根的部分，叶子就稍微的少一点。稍微的少一点。我们画这个树丛的时候，三棵树、4棵树的时候啊，一般就是夹叶树的后面，要经常用到用这个点叶树去衬托，去把这个前面的夹叶树去衬托出来。我们画下边的这个点叶树，调淡墨，然后用那个湿笔纸稍微的吸一下水分，等于画这后面一棵点叶的树。这个点叶树我们也用要这个树干啊，也用要双钩、中锋，线条啊有这个转折、粗细的变化啊。这个线条的变化都是我们用笔的时候啊，有个提摁。我们提上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线条就会变得细一点；摁下去的时候，它的线条就变得稍微粗一点。我们稍微的加一点小的树枝。然后点叶，我们这个树啊用一种大混点，调大墨，稍微的重一点的墨，从那个树梢的部分啊，我们从树梢的部分把这个笔尖的部分就是放倒，这样。我们这样的画，这种就是我们点叶树的叫大混点，也叫横点。树梢的部分稍微的笔墨稍微重一点，我们到下边的时候啊，也稍微的让它淡下来。让它稍微的淡下来。我们画的时候啊，要注意这个树与树的这个前后关系。看，这是夹叶树是前面的，这个点叶树是后面的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夹叶树的后面
再加一颗，因为这个加叶树后面没有这个点叶树的衬托的时候，它不明显。调一点点的大墨。我们画树干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，用笔的时候啊，这个中锋用笔，这个墨略淡，就略干一点，稍微干一点。我们要画这个后面的左边这一棵树，也是先画上面树梢的部分，然后左边的树枝。枝干、树干，完成这个左边以后，我们再处理右边的这个结构线。我们3棵树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有高低错落的这个变化，不要把这3棵树画成就是等高的啊，要有高有低。然后稍微的搓一下，我们加一点小的树枝。因为这个也是点叶的树，点叶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和右边的点叶树要区分开。这是一种大横点，我们这个可以用一点圆点，我们可以用大一点的圆点去点。也稍微的调一点大墨。中锋，中锋点，这样会这个右边的树，我们要这个点叶树要区分开，要有个变化。这个是横点，我们这个就用圆点，大圆点。我们这个画山水画的时候，点叶树用的比较多。一定要注意这个墨的浓淡干湿的变化。我们处理这个加叶树后面的时候，稍微的小心一点，要把前面那个加叶树的位置、叶的位置，我们要闪出来。前面勾点叶的部分，我们不能用墨去涂，稍微的用墨在它叶的四周去衬托。然后我们要补充这个空白的位置，我们也要加一些小的树木，加一些小的树木。都是中锋勾树干，然后用这个北尖、大墨，给一点点的重墨，我们去分染。这个是点这个树叶的部分啊。
剩余的部分。我们要把前面的点叶的部分、点叶的树啊，我们要闪出它的关系来。闪出一组这个前面树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出一个稍微的带枝的一组树。它因为是两边是这个点叶的，我们用这种枯树的一个小枝去破一下。这样呢，它这个画面这几组树啊，它就比较丰富了，不像那个两边都特别单调，它有变化。我们后边，这是前面这一组，我们在后边再加上一棵点叶的树，稍微高一点，稍微高一点，把这种平的这种树的这种关系，我们稍微破一下。稍微破一下。我们画这个丛树的时候啊，要注意它这个树的高低的变化、大小的变化，都要注意一下。我们可以现在画这个右下角的这一组山石。我们在卡纸上画的时候啊，稍微的用墨稍微的干一点，不要太湿，这样它这个就是说线条出来的时候啊，它比较松。稍微的在我们那个湿笔纸上稍微的吸一下，把多余的水分吸出去。我们可以画前面的山石，结构线，中锋。啊，我们这个线条出的变化啊，我们稍微出变化就是用我们这个毛笔的提摁，它就出来这个线条的变化了啊。比如说有的线条为什么细呢？就是我们把毛笔提起来，然后摁下去，线条就变粗；提起来，线条就变细。我们可以边勾边皴，让它就是结合到一起。我们可以结合到一起。前面的一组，
然后我们清水大墨，我们画下面的一组，稍微的吸一下水分，稍微吸一下水分，然后我们画第二组的，也是啊，勾。啊，它的线条的变化就是提摁，提摁的时候，我们的线条就有变化。我们用到那个干的时候啊，我们到毛笔最后水分就是说特别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擦一下，就是我们在皴的部分啊，我们稍微擦一下，稍微擦一下，然后再清水，然后大墨。稍微的吸一下水分，我们画的时候感觉要是说一看线条水分多的话，我们就用湿壁纸把多余的水分吸出去，这样我们就比较好控制这个墨的变化。注意啊，注意这个山石与树的关系，我们要留出树的位置。留出树的位置。大墨，再画后面的一组山石，因为是离我们比较远的，所以我们墨稍微的比前面稍微的淡一点。我们可以用，就是说现在这个毛笔啊，特别干了，然后墨也特别淡，我们可以轻轻的擦前面的山石，就是说我们要皴的以后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轻轻的擦一下，让这山石呢，感觉就把山石那种这种硬的感觉，经过擦以后，它的质感会更明显。就是这一组。那下面画这个左边的，左边我们也是这一块是一个山石，因为这是近景的，这是稍微的这个中景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画的树小一点，要和前面的这一组树有区别啊。
不要画的太大，超过这个我们近景的这个树啊，因为是稍微远一点，这个树稍微画的稍微小一点。稍微的吸一下，我们可以画一个，也是前面的一棵小的树。然后后边是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双钩点叶树，这个树啊不要大，因为它是这个中景的，我们可以画的小一点。调大墨，笔尖的部分稍微的一点点重墨，不要太重啊，稍微的重一点就可以。吸一下水分，我们用这个横点啊，也是用横点，因为我们这个山水画的时候用点叶用的比较多，它这个表现那个也比较丰富。让它那个墨色有个变化。我们再画一个更远一点的，让它有个组合。我前面的树重，后面的树就要淡一点，把这个前后的关系一定要注意，要处理清楚。我们可以画左边那个山石。稍微的啊，这边山石和这个右边的山石有点区别。它就是这块山石啊，就是说，就是山那个，就是说算山坡。我们这边山石呢，稍微有一点就是说翘，就是斜度啊。它要会那个和右边的有变化。侧锋、中锋勾线、勾结构线，我们侧锋皴擦。调墨、淡墨，北尖的部分一点点的重墨，一直要让这个毛笔这个墨色呀，它这个变化一定要有。中锋，我们勾结构线，提、摁、提、摁，啊，我们的线条就有了变化。
它这样呢画出线条，一个是有变化，一个是特别有力度。这是后边的一块山，用墨稍微的到下边让它虚下来。让它虚下来。我们这是那个留那个泉水的位置，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泉口怎样去留，怎样去画。我们还要处理这个中景，现在我们可以处理中景的位置。我们要这个也是，因为这是前面加叶树、点叶树，后面我们要再加一次这个树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再加这个点叶树，我们要用这个加叶树去区分一下，因为这是中景的，我们树不要画的太大，也是要画小一点。稍微小一点。所以说，我们前面的树，加叶树也要区分开。我们画一个圆的加叶树，我们前面加叶树是三角的啊，我们可以画成圆一点的加叶树。就可以了。我们这是水口的位置啊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水口的位置。我们要画中景的山。我们画山石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笔用墨啊，用笔稍微干一点，用墨呢稍微就是说也要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稍微的调一点淡墨，北尖的部分一点点的重墨，我们都要调一下，不要说站上我们就画啊。这墨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稍微的调一下。东风。我们下笔的时候啊，勾线的时候，如果感觉墨比较湿的话啊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手里的这个湿笔纸啊，把它多余的水分，我们把它吸出去，让那个毛笔让它变得干一点。要注意结构。看我们勾线的时候啊，我们提的时候线条是细的啊，我们摁下去，线条就是粗的，这就是粗细的变化。然后转折，线条转折的变化，都在这个运笔的时候啊。我们都在用笔的时候。
中锋勾结构，然后侧锋皴擦。看我们每一个山石画的时候啊，都用到这个勾皴擦。我们这个画靠近这个，这也是下面，这也是水口的位置，我们得要稍微的提前处理一下，因为这一块是这个云雾，我们要注意画云雾的时候也是稍微的让山石虚下来。用墨呢要淡，要虚，不要实。尤其或我们画这个水口的位置，画这个云的时候啊，要虚下来。这个树的位置啊，我们要画的时候要注意闪一下啊，就是留它的位置。我们到山下面的时候啊，就是虚的啊，用笔特别虚，墨呢是特别淡的，也是干的。然后这是我们稍微，这是云的位置。稍微的墨啊，调的要淡一点，让那个山脚的部分啊，云的部分让它虚下来。我们画山根，这个是我们这是泉水口，我们要注意啊，注意水口它这个形状啊。稍微的墨淡一点，可以用这个侧锋，我们用这个侧锋淡墨侧锋擦一下这个山石就可以。这可以处理成云。淡墨，看都是淡墨，干笔稍微的虚出云的形状来。这山石。我们用淡墨啊，不要，现在用的基本上都是特别淡的墨啊。
可以加一个大的结构。稍微的皴擦一下啊，我们这个中景的山，我们可以稍微的皴擦一下。我们树后边这是有泉水，看啊，我们画泉水的时候用笔要快，行笔要快，墨要淡。看，稍微的点一下水流的形状。在这个也要稍微点一点树。因为这是这个远处的树啊，就不用画的那么详细，交代那么清楚，就是说直接画叶子可以。我们可以画这个，因为这是泉水，我们要画上面架一座小桥。啊，用这勾线的啊，勾线笔，调大墨，笔尖的部分稍微调点重的墨。也是啊，要把多余的水分吸出去。用笔呢，稍微的也是干一点，用墨稍微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我们先画船板，就是说桥板的位置，桥板的啊这一部分。先画靠近我们的部分，中锋用笔，然后画这个结构。先画桥面，然后我们再画下面的桥墩。我们因为是木质的啊，木质的桥下面的支架，也是稍微的用笔稍微的干一点，不要太湿啊，稍微干一点。先画竖的啊，先画竖的这个支柱，再画横的啊。我们再画这个，因为要这个支柱要在石头上，我们稍微的加一下水里的石头。山顶上，我们可以画
画2棵小的树。不要太重，这个树也是要淡淡的。用墨稍微的淡一点，因为是它中景的树的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画的简练一些，不要画的太复杂，几笔就可以。我们画个亭子，小亭子。先画亭子的上面，4个支柱。我们要画这个水口的时候啊，要注意它这个水流下来的时候，遇到山石，它有阻力，就会有转折。所以画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注意它这个转折的关系。淡墨。干笔，我们也是要把多余的水分吸出去，要控制水分特别干啊。我们要画山石，就是瀑布里像那个川水里的山石。它因为那个水呢流下来，遇到山石转折，要注意它这个转折的关系。高低的它有个变化，距离大小不能一样啊。我们有大的有小的啊，我们有大有小，有高有低。要用干笔，行笔要快。用淡墨、干笔，看行笔要快。我们瀑布流下的时候，它这个水口的位置，下边水口的位置都会有一些小的石头，我们可以加一下，这样感觉这一块就不那么单调。我们要处理远山啊，稍微处理一下远山。
淡墨，调淡墨，然后稍微的调一点。我们这是远山的位置啊，这是远山的位置。稍微的，稍微的水分，稍微多一点。我们注意这个下边远山下边的云，我们留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走势啊，它的走势，不要说一刀切的下来啊，我们要有云有个走势。稍微有个走势。要画远山的时候，一定要用特别淡的墨啊，记住特别淡。不要重啊，不要重。这是远处的这个瀑布的时候啊，我们也是用特别淡、特别虚、特别淡的墨啊去画。刚才我们讲了画这个水口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用特别淡的墨，干笔，快速的啊，快速的画，勾出来这个瀑布里边的小石头。特别虚的这个就是我们远山上长的这个树木，要用特别淡、特别虚的墨去处理，水分稍微的多一点呢，让它自然的晕开，给人感觉就是雾蒙蒙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。所以说，墨不要太重，水分稍微多一点。
看我们画远山的时候，特别大，用的墨特别大。我们画一下这个大漠的远山。可以蘸清水，直接蘸清水，然后稍微的在北尖的部分稍微的蘸一点大墨，我们去晕染。我们可以在这个瀑布的位置这一块有点太空了，我们可以加一点小的夹叶儿，就好像我们山石上长的这种藤蔓啊什么之类的。我们可以挂下面的，我们原来画那个原来的小品都是染的水面，我们今天稍微的讲一下这个勾的这个水纹，也是用淡墨，调一点淡墨，我们勾这个水纹的时候啊。中锋也是中锋用笔啊，中锋用笔，稍微的勾一些水纹。它和我们画那湖面不一样啊，我们画湖面的时候，因为是表现比较的宽阔，这个小溪呢或泉水呢，我们都是因为是这个山里面的，我们这个画一些水纹，也是用淡墨啊，淡墨中锋，很轻松的啊，很轻松的去画。这可以画的，有一点这个线条啊，稍微的有一点变化，不要直的啊，稍微的有一点变化。可以点缀2颗，就是说水面可以点缀2颗碎的山石。也可以点2颗碎的山石。我们可以稍微的这个调整一下啊，就是说该那个擦的部分啊，山石该擦的部分，我们稍微的用这个淡墨干笔稍微的擦一下。稍微的擦一下。稍微的擦一下，把这个山石的结构啊，我们让它更丰富一点，在墨的变化上，再多一个层次。这样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啊，这个山石啊显得比较厚重，它就不像那个那么单薄。
轻轻的啊，轻轻的稍的用淡墨干笔擦一下。然后这个穿水的位置啊，我们要看着穿水的位置，稍微的让它染一些淡墨，把我们那个水口的位置啊，我们把它就用这个墨去把它拖出来，拖的稍微的亮一点。因为我们水是白的，所以说我们要用这个重的，就两边重的墨，把这个白的水口，我们把它挤出来，稍微的上一点淡墨。上淡墨的时候啊，不要这个稍微的水分稍微的干一点，淡一点，这个墨色稍微淡一点。树的部分，也要稍微的用淡墨染一点。我们染那个叶子的时候啊，水分嘛稍微的多一点，和山石不一样。山石的时候啊，水分要少，但是我们也要染那个树叶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水分稍微的多一点，让人感觉这个叶子的部分这个水分是特别湿润，这种感觉。稍微都染一下。这个夹叶树的时候不用染啊，夹叶树不用染，就是我们点叶的树的啊，染这一部分。用淡墨轻轻的染一下。轻轻的，你看染了淡墨以后啊，我们的叶子感觉是不是特别湿润，对吧？就不像刚才看的那么干，就所以说我们加了淡墨的部分，我们叶子都会变得湿润。刚才讲了啊，我们画山石的时候染淡墨的时候可以干一点，但是染这个树的部分啊，叶子水分一定要多一点。这样的，它这个叶子一看就是说特别水灵灵的那种感觉。稍微的，只要是点叶的部分啊，我们都要轻轻的用淡墨渲染一遍。稍微的，我们中景的这个点叶的树啊，我们也要稍微的淡墨染一遍。我们上那个染山石的时候，为什么要用这个淡墨去那个擦一遍，还是加深那个山石啊？感觉让这山石苍硬那种感觉。我们画树那个就树叶的用淡墨啊，是让它润，
水分要足一点，所以说水分稍微多一点不，感觉它树叶就是湿漉漉的这种感觉。我们水口的位置，稍微的让它，稍微的重一点。别的那个山石不用加，但是我们要靠近水的部分啊，靠近这个水口的部分，稍微的让它墨稍微的重一点。这样的我们水口啊就比较明显。稍微的都加一下，这样看那水口这个位置，它这个水就显得特别亮。可以稍微的，我们不够啊，我们可以再稍微的提一点。比如感觉啊，我们觉得啊这个墨有点淡了，我们可以稍微的提一下。我们开始上颜色的时候，也是先上树的部分啊，树的部分。还有一些中楷，我们刚才这个构树的中楷这个尖毫、赭石啊，我们用赭石构树干的部分啊，赭石稍微的加一点淡墨，稍微的加一点淡墨，不要加的太多。我们勾渲染那个树干的部分，稍微的渲染一下。所有的这树干啊，我们双钩的这个树干都要用这个赭石加墨，稍微的渲染一下。可以自然的让它留一些白的位置，这样感觉比较透。稍微的都这树干的位置，我们都要用这个赭石加淡墨啊，稍微的渲染一下。稍微的渲染一下，
还有我们的上面的亭子，也是用赭石加淡墨稍微的染一下。用这珠标啊，我们要用珠标，点这个加叶树啊，我们加叶树的部分，用珠标稍微的填一下，点染一下，稍微的点染一下。稍微点染一下，不要说开始上多重啊，我们可以颜色淡一点没事啊，稍微点染一下。这个加叶也用啊，我们也要用这个珠标稍微的染一下。点叶树啊，我们用花青，也是用花青淡墨，花青淡墨，稍微加一点赭石，让它调成一种墨青色啊，墨青色。我们点叶的部分啊，这是右边这一棵树点叶的部分。稍微的渲染一下，稍微的都让它渲染一下。我们要上那个颜色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色调，不要说有红的有绿的，差别那么大。我们这边这棵树啊，左边这棵树，稍微的和右边的树有个区别，也是用花青，稍微加一点淡墨，可以稍微的加一点三绿，稍微的让它发一点绿色，和这个右边的树啊区分开，不要太这个绿不要太多，稍微的有一点就可以啊，稍微的有一点就可以。只是让它和这个右边的这个点叶树颜色上有个区分。我们要调颜色的时候啊，边调边往那边加清水啊，这样颜色就会越来越淡。我们可以上那个颜色的时候，可以边上边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啊，我们颜色就不用再调水，就自然的颜色就淡了下来。这是花青，花青调一下赭石，调一下淡墨，然
花青、淡墨，调点淡墨，然后稍微的加一点赭石。上颜色的时候啊，水分一定要多一点，不要太重的颜色啊，稍微的薄一点，淡一点。看调这种颜色啊，赭石花青，这不是赭石花青加一点淡墨啊，调这种颜色。我们先染山石暗的部分啊，我们先染山石暗的部分，然后把亮的部分先留出来。哎，用清水轻轻的凿一下，让颜色呢它自然的有一个过渡，就在那个山石亮的部分呢，它的颜色稍微淡一点，这样暗的部分它颜色稍微重一点。稍微的染一下，用清水轻轻的凿一下，它的颜色呢，它自然的就是有把那个亮的部分，它稍微的过渡一下。我们山石这个中景的部分啊，稍微的有一点赭石，我们加在哪儿？加在这个山石这个收光的部分啊，就是照到阳光的部分，我们稍微的薄薄的上一点赭石、藤黄。来看一下赭石、藤黄，加一点朱标，这样调出的颜色呢，它比较说柔和。稍微的它亮的部分，我们轻轻的上一点，薄薄的上一点就可以。然后暗的部分还是以花青淡墨啊，还是这种墨青色为主。染的时候啊，稍微注意一下，把这个我们点叶的部分啊，我们要注意的把它避让一下。我们那个墨淡的地方啊，我们颜色也要稍微的淡一点，不要超过墨的这个墨色啊。稍微的都染一下。水的位置也要轻轻的顺着我们勾的这个瀑布稍微的渲染一下。水中的山石也要稍微的用这个墨青色渲染一下，不要太重啊，水里边那个水中的石头啊，不要太重颜色。然后加水，我们剩的这些颜色啊，我们可以加水，调的特别淡，然后我们可以画远山的
上远山的颜色。注意云呐，我们注意云，要看云的位置啊，我们要闪开留白。远山，我们轻轻的渲染一下。这个上远山的时候啊，颜色啊特别的淡，几乎和清水差不多啊，不要太重。轻轻的扫一下这个瀑布的地方。稍微的都渲染一下，这是我们远山的位置啊，稍微的都染一下。山石水中那个水纹啊，我们用这个花青调淡墨，调的这种墨青色啊，复勾一下这个水纹。稍微的复勾一下。不要涂满，要把这个那个水光的位置我们要留出来。稍微的复勾一下，在这个墨线的位置啊，我们在墨线的位置稍微的复勾一下。稍微的，我们可以加染一下啊。感觉不够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稍微的调颜色，稍微的再染一遍，不要通染啊。就是说，觉得颜色不够的地方啊，我们再染。觉得颜色觉得地方颜色不够，我们再稍微的加染一下。淡墨、花青。稍微的加一点三绿，不要加太多，一点点就可以啊。稍微渲染一下，我们觉得颜色不够的地方，我们稍微的加一下就可以。稍微的加一点。我们可以在这个暗的部分，稍微的加一点。
这叶子不够的时候啊，我们加压数颜色不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稍微的提一下用颜色，还是用珠标啊。我们这是点的珠标，我们再稍微的提一下，提我们这个树梢的部分啊，树梢的部分，我们稍微的提一下，就是感觉啊，这有的颜色亮一点，有的颜色稍微的淡一点，它在叶子上它也有个变化。稍微加一点藤黄。我们要画这个远处这个中景的这个点叶树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的加一点藤黄，让它有个变化。让它有个变化，它就会前面的这个加压数，两个人就有区分了。我们稍微的不够的地方啊，我们稍微的加一下就可以，不要加的太多啊，稍微的加一下就可以。我们这个点叶的部分就用花青、藤黄，稍微的调一点草绿色，然后加一点淡墨，点一下这个树枝的部分啊，这是点叶的部分。稍微的点一下，稍微点一下，不要点的太多。可以不够的地方，我们稍微的修一下也可以。欢迎朋友们啊，大家下午好，咱们下午的直播开始了啊。那我们老师呢，还是先把昨天咱们没有画完的这一张先去完成一下，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再画一幅新的作品啊。那我们正好，我们也等一等我们还没有到直播间来的朋友们，老师先把这个完成一下。这是我们昨天画的这一幅啊，我们要把点景的补一下点景的人物。我们要用珠标，因为那个人物的画点景人物的时候啊，它的色彩有个区分，我们不要用一种颜色啊。
我们可以在上面听子的位置先点一个，稍微我们要用勾线的笔啊，不要太大，对，稍微勾一个，这时发点红的一个人物，然后再画一个蓝色的。点顶的人物，我们可以点完那个颜色，我们可以再画，画我们那个点景人物的动态的时候啊，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画这个头的形状的时候，有个变化啊，稍微有个变化。我们前面点页的部分啊，我们稍微的要加一下颜色。这是我们点到那个褶饰的部分啊，不是这点了那个珠标的部分，我们稍微的在珠标的上面稍微的加一点朱砂，稍微加一点朱砂，让这个颜色呢稍微的亮一点。稍微的提一点就可以。这是我们那个用珠标啊，珠标打了底色的，我们在这个珠标的底色上面再上那个朱砂，这样上头的颜色呢，还是比较显得比较润，也比较厚重一点。如果我们单用那个珠标的话，颜色出来的是有点薄，有点飘那种感觉。稍微的加一下珠标，再加一下朱砂啊，稍微加一下朱砂。这是我们昨天画的时候也先用那个珠标上了一遍颜色的。这样的颜色就比昨天就显得比较亮一点。我们这个山石的部分啊，稍微的用那个重墨稍微的点一点胎点。我们点胎的时候啊，用墨稍微的重一点。就是在我们树根的部分啊，稍微的点一点胎点。就在我们树根的部分啊，就点到这个部分就可以。
稍微点胎的时候，我们的墨色呢稍微的重一点。点胎的这个，一个是为了丰富我们山石这个丰富画面，一个是为了稍微的醒一下。稍微的点一下，不要太多啊。我们那个中景的这个树的部分也稍微的点一下。这样感觉这个画面就丰富了许多。我们山上的部分也要稍微的点一下。点胎的意思就是说，它这个山上的灌木胎点，小的灌木就代表这个意思。然后这个水边的位置，对吧？水边的这个也要稍微点一点。我们胎点一种是点，还有一种是什么小草之类的，也是算胎点的一种。我们靠近水边的山石，哎，也可以勾一点小草一样的胎点。就是我们靠近山石、靠近水的这一部分。啊，我们用墨的时候，稍微的比这个山石的墨色稍微的重一点。我们山石的部分稍微的，也可以在山石的部分也可以加一点这种小草的胎点。像我们这个树的部分啊，我们树的部分，如果感觉这个墨不够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加一点，不要加的太多，稍微加一点可以，稍微的提一点，提一下，把那墨稍微的提一点。这样它就会后面的树啊，这种关系，这种空间就比较明显了。我们还有后边那个这棵树也是这样啊，感觉它要是说对后面空间没有拉开的话啊，我们稍微的用稍微重一点的墨，稍微的提一下，这样的空间看
和后边那个中景的山石的空间，我们就拉开了。